切。来，陪我走走。是。真没想到，这次是因为若曦的求情，才让王爷免于受罚。如今他深得圣宠，还能记得我们这些故人，也不枉相识一场。始终是王府里走出去的，也受了王爷不少恩惠，该记住的还是会铭记在心。我宁愿他忘了过去。我虽然感激，但不希望他再有下次。我跟老四的恩恩怨怨难以解开，他能帮得了一次，却帮不了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我只希望他能在宫中安然无恙的，不要再卷入我们兄弟和朝廷的是非当中。王爷争夺皇位多年，如今已成大局，倒不如彻底放手。王爷有臣妾，有孩儿，今后相守不弃，也胜过称王称帝。只是如今，我就算想放，也没那么容易了。在蒙古这几个月过得如何呀？自然不如京里好了。这次回来看看姐姐，再看看十爷的额娘，也就该回去了。回头呀，我给你准备些东西，你上路时带着。虽然不是什么金贵的，可日子总归会过得舒服一些。姐姐怎么变了个人似的？我听十爷说，现在皇上处处找八爷麻烦，姐姐就没想出什么对策吗？我在蒙古陪着十爷受苦，心里面就像压着一团火，想发都发不出来。你嫁人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这个脾气啊？你能陪十弟远离京城，也就远离了麻烦，该高兴才对。自古成王败寇，何必多怨？可是以八爷过往在朝中的势力，难道就不想争一争吗？如今大局已定，无谓的争夺只会死伤更多的人。你我既生在帝王家，平日享受着常人不可及的尊荣，那自然也有常人不可及的痛苦。与其哭啼度日，何不索性放开心胸，开心一日是一日。最后如果真的是到头这一生难逃那一日，
要幽静，我就陪王爷去幽静；要砍头，那就砍头好了。这一生啊，争也争过，笑也笑过，还有何憾？姐姐说的是，这一生啊，我们有我们的爷，也就够了。你们得慢点儿，地上滑。黄丽，你们就不能让着点陈欢吗？给我球嘛！来啊！给我球！给我球！来！师父敬，有些事想找你聊聊。我见过明玉了。老舅老师身为皇亲，不顾法纪，滋扰地方，朕绝不会宽待。敦郡王12个，属下旗人庄儿、王国兵骚扰地方，懒看妇女，辱患大病，已经所拿看守，总兵许国贵奏报。你是铁了心要对付他们？他们以前可曾遇过这样的事？堂堂皇室贵胄，却是任何人可以参奏。他们总会一时受不了气，不甘心就此任人摆布。你越逼，他们越会反抗，总有错处可挑。八爷如今再谨慎小心也是没有用，因为他的2个弟弟有任何行差踏错，都是他的教唆，他的罪过。八爷如今早已放弃对皇位的觊觎，你为何还不能放过他？他放弃是因为他当年不得不放弃。现在内忧外患，余波未平，朝内吏治混乱，贪污敛财成风。光是今年1月份，朕就颁布了11道谕旨，训谕各级文武官员。因为贪污而被抄家的官员多达30几人，其中大多数还是3品以上的大员。正因为如此，朝廷上下许多人对朕不满，他们暗地里希望当年的八爷党能够为他们出头。朕若不经常的敲山震虎，让那些反对势力人在一起，大清的江山堪虞。也许你说的有道理，可真的只是为了敲山震虎吗？你想想13弟吧，他被幽禁了整整10年，大好男儿的10年。要不是因为他的事情，你的身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连太医都说，他只能保你10年无虞。你知道我多害怕？追根究底，这一切都是老八他们害的。这些事情只是立场问题，不是他们的错。我没有怨怪，13爷也不会真的怨恨。既然我们自个儿都已经不计较，你也就不要计较了，好吗？不行，
我不想让你操心，可他们拼命要把你搅进来。你疼惜他们，老实的福晋又何尝担心过你的身体呢？我可以让你避开他们，可这紫禁城这么大，他都能出现在你面前，你还说这是偶遇吗？也许他是没有别的法子。朝堂之上变幻莫测，我只能答应你，不伤害他们的性命。谢谢。姑姑急一下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是。张公公呢？他出宫了。出宫？下雨了，你们都回屋歇着吧。是。以后还是不要来这里了，再来只能给他们增添不快罢了。太监不比宫女，若不是大错，都是做一辈子，年纪大了才会被放出宫养老。张千英在宫中年资也不算短，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出宫。问问王喜，或许他会知道一些事情。若曦姐姐，你哭什么？姐姐怕是听错了吧？这儿没有人哭。你在祭奠谁？没有谁，奴才只不过随便摆了一些糕点。今日是我家人的忌日。这些糕点全都是李公公平时最爱的点心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老实告诉我。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可瞒的？我一入宫，就在李公公身边，他一直待我很好，就是最后
也想法子让我重回圣祖爷身边。他走了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让我心下何安啊？我师父是去年今日过世的。那是皇上刚刚登基1个月的时候，玉堂告诉我，李公公是放出宫养老的。难道是在宫外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大家都以为我师父出宫养老了，实际师父早已经服毒自尽，时辰已送去火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皇上怎么可能会放了他？是我太天真，竟忘了帝王之心。张青英也死了。我听说，他被割了舌头，剁了手后，赶出了宫。王熙，我们往后也该避邪，尽量不要见人。我倒不碍事，就怕给你添麻烦。又撞水了，这么早就休息了，晚上也没用，是不是不舒服？我帮你点灯吗？不要。就喜欢黑漆漆的。身子怎么样？好着呢，只是下午多吃了几块糕点，晚上就吃不下了。那你就起来陪我说说话。胃里积食了，躺着也难受。我听高无庸说，你下午去了浣衣局。随便走走，不知不觉就走到那儿了，也没什么，就是跟几个认识的人闲聊了几句。那些地方能少去就少去。最近西北战事紧张，我顾不了你，你爱使用膳，别让我担心。我今日乏了，日后不会了。那你还是好好休息吧，我还要看折子。我竟然学会了小心翼翼的答话。不敢点灯，也是怕他看出我的异样。以前虽然知道他对八爷的铁血手腕，却觉得他是爱惜我，不会伤害我的。可现在，心里却控制不住的畏惧他，琢磨他的每一句话。皇阿玛，儿臣有一提议，不知该说不该说。说吧。儿臣以为，如今天下已定，皇阿玛理应恢复八爷的祖制，由八旗德高望重的亲王、君王、贝勒等人参与议政。八王议政，继续说。在我大清统一天下、用兵平反、军情险急时，
议政王大臣会议曾起过重要作用。如今正逢内忧外患，不如重拾旧政，与八王等人共治巩固我大清爱新觉罗的天下。这话谁让你说的？是儿臣自己的主意，自己的想法。儿臣已是为了巩固我大清江山。谁让你说的？说！是九皇叔教儿臣说的。你是受了八爷党的蛊惑。皇阿玛，这天下本来就是大家的。八皇叔当年为了大清费尽心力，他也应该得此殊荣。到时候儿臣也要八皇叔辅佐的。滚出去！滚回去见你的八皇叔！朕没有你这样的不孝子！滚！我向皇阿玛今年恢复八王议政的组织，本是一片好心，却被皇阿玛臭骂一顿。哼，自己的亲兄弟不信，偏要宠幸外姓。三阿哥，此处人多眼杂，你先走吧。好。姐姐，你来了。玉檀，你跟三阿哥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啊，我刚巧撞上了三阿哥，他说他触怒了皇上，心有不安，我就安抚了几句。皇上这几日心情不大好，也委屈他。姐姐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年妃娘娘到。传。皇上吉祥。起来吧。过来。皇上，您终于想起臣妾了。朕这些日子忙于西北战事，疏忽你了。皇上不必担心，有我哥哥在，西北一定安然无恙。告诉年羹尧，只要他好好打下这场仗，若能攻克敌军，扬我大清的国威，朕一定破格升他为一等功。即便没有封赏，我兄长也必定会为皇上赴汤蹈火。这个年羹尧果然是带兵的猛将。此番最后一战，他下令众将分道神勇，指导叛军的巢穴，用兵之奇，让叛军毫无抵抗之力，历时土崩瓦解，以大获全胜来结束这一仗，着实痛快。朝堂上百官听闻，也都称赞年羹尧用兵奇效。朕已经决定，破格晋升年羹尧为一等功，另封为一子爵，由年羹尧之子来承袭。其父年夏龄封为一等功，授太子太傅衔。这番立下此等奇功，年氏一族理当受此封赏。13弟，这件封赏之事，朕不想宣扬出去，朕希望给他个惊喜。臣弟明白。饿坏了吗？14爷之前已在西北树下大清威仪，如今又集中了大清几乎全部兵力去打这场仗。年羹尧只要稍有些智谋，怎么也该是赢的。哥哥，哥哥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急？哥哥，他们在征人。整人？什么整人啊？他们不肯告诉我，不过我偷听到了。
黄伯伯还命令各宫侍奉的太监宫女们都去看了。姑姑怎么蒸人呢？像姑姑带我去御膳房那样看包子蒸吗？你说什么？蒸人？是蒸人呢。你还听到了些什么？是谁？不知道了，就这些。王熙，姑姑，你哪儿也不许去，在这儿待着。为什么姑姑不让我去呢？为什么她这么着急？姑姑要去哪儿？奴才刚才看到承欢哥哥来了，姑姑怎么不去陪呢？哎，姑姑，狗奴才，连我都拉拉扯扯，你有几个脑袋？哎，姑姑，您听奴才的，您先回去吧，姑姑，一会儿让皇上知道了，奴才的命就没了。姑姑，王熙，奴才扶姑姑回吧。是谁？是谁？我人都来了，你还要我过去问吗？你就饶了奴才吧，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奴才死无葬身之处啊！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石玉檀。你走开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，你养好身子，以后我再给你解释，好吗？那是我妹妹，那是我妹妹呀！你当她是妹妹，她没当你是姐姐。我不是没有给她机会。你走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走！我不想。别激动，你已经有了身孕了。太医把过脉，已经2个月了。如果你嫌我走，我立刻就走。但请你顾念一下自己，还有孩子。梅香菊在。照顾好主子。是。皇上，若曦姑娘本就底子差，再加上受到打击，牵动了胎气，臣正苦思良方，必尽全力保母子平安。只是心病难医呀。朕只要你穷尽毕生所学救若曦，不容有失。
剩下的事，朕自有主张。臣遵旨。退下吧。这臣弟给皇兄请安。免礼。谢皇兄。不知皇兄为何事忧心呢？若曦有身孕了。若曦有喜了？那皇兄应该高兴才是啊。他现在拒不见朕，朕命人当众将玉坛治以征刑，以儆效尤，却被若曦亲眼撞见。他现在发烧不退，又动了胎气。皇兄不是早就旁敲侧击警告过玉坛？这次他又做了什么，让皇兄如此痛苦？老九教唆红石争当太子，又命玉坛设法利用老八、老十和老14的关系，来挑拨我和若曦的感情。如果朕再不出手警告，只怕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。若曦进宫这么多年，一路下来，他也应该清楚，有些斗争是无法姑息的。不过，他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，一时难以接受，也是难免。事已至此，臣弟会找个机会跟他说明白。只怕跟他说通了道理，他依然会记恨朕。去吧。这。皇天在上，我俩今日义结金兰，此后当亲如姐妹，相亲相近，相互相守。当日喜鹊被掌毙，我曾经亲口答应，不管你犯下什么错，我都会保你周全。我以为凭借皇上对我的爱，一定可以让你在这紫禁城中不受伤害，却不料他竟如此对你。姑姑，快传太医，快传太医啊！太医！奴才给姐姐请安。下去。坐吧。奴才不敢。姐姐有什么事就吩咐吧。玉坛当日究竟是个什么状况？去得很快，没什么痛苦。他临走时可有说什么？一直微笑着，没说什么。你可好？奴才一切安好。既然姐姐没什么吩咐，奴才这就告退了。
我乏了，你扶我过去。姐姐好生歇着。奴才告退。求姐姐护我家人周全。玉檀自知大限将至，一直希望能有一日亲自向姐姐解释清楚一切，可如今再无机会，匆匆而就，无以明心境，却又忽觉一切话皆多余。姐姐必能明我心，红尘中一痴傻人而已。玉檀不悔，无怨，姐姐勿伤。他曾说过，他没读过书，连字也不认识几个。可这绝笔血书，玉檀，你究竟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姑姑，13爷来看您了。请。你本就身子不好，如今又有了身孕，哪还经得起自个儿作践自个儿啊？难道你竟然恨皇兄，恨到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？我没有。既然没有，就好好调养。一来，你这个年纪才第一次有孕，本就凶险；二来，你身子一直有病，如今又动了胎气。皇兄也是愁眉不展，可唯独你自己全不知爱惜。皇兄是怕你担惊，不愿对你说这些。我本也只想劝你宽心一些，可看你如今这样，我不如把话说明白。你如果还想要这个孩子，就配合太医一些。我会尽力的，可是心痛难忍。你可否教教我，如何才能让这心不痛？也许事实真相能让你好过一些，也许只会让你更加的难过。告诉我吧。玉檀是九哥在皇兄身边的眼线，一直把皇兄的行踪泄露出去。皇兄因为你不好严惩他，几次旁敲侧击地警告过他，可是他却丝毫不知悔改。这次激怒皇兄，是因为他挑拨皇兄和红石之间的关系，弄了不少挑拨父子之情的事情。九哥又命玉檀设法利用你和八哥、十哥、14弟的渊源，挑拨你跟皇兄之间的感情。这2件事情都犯了皇兄的大忌，皇兄忍无可忍，才用了极刑。这也是对九哥的一个严厉警告。原来那个寒冬救了玉檀一家的公子就是九爷。这20年来，他在宫中左右为难，举步维艰，只怕不下于我。他和九爷究竟是怎样的一段故事？若曦，你不生气吗？不管如何，多年的姐妹情分假不了，不过是情义两难全罢了。至于其他，谁没有无可奈何之事呢？我若怨怪，
也只会怨怪苍天残忍。你总是愿意原谅，愿意去记住美好的事物。皇上本可以让这一切不发生的，他却没有制止。皇上本就有意放玉檀出宫。玉檀刚到殿前释放，皇兄就命高无庸向众人重申了违背养心殿规矩的惩罚。上次杖毙私自传话的宫女时，也特意让玉檀观看，以示警戒。也许皇上曾有意放玉檀出宫，可九爷不想放弃玉檀这个棋子，玉檀才来求我。可皇上却顺水推舟，把玉檀留了下来。因为如果把玉檀放走，就不知道九爷他们还会耍什么花招。倒不如留个知道的奸细在身边，一举数得。我知道无论如何，也无法让你释怀。可皇兄曾真的希望玉檀改过，他绝无伤你之心。这次若非过于紧张你，他也不至如此痛恨玉檀。玉檀是被皇上和九爷合力逼死的，而我就是帮凶。我知道你为玉檀难过，可你不能因此就把错往自己身上揽。13爷，你可知这段日子我经历了什么？李公公是如何死的，你恐怕早就知道。玉檀对我来说就是妹妹，就算有错，她为什么要用如此酷刑？还有其他不相干的人。张千言虽然是有错，可罪不至死。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在这宫里，如今我除了惧怕，还是惧怕。你只看到皇兄严厉的一面，却没有看到他待你的情谊。本来按宫里的规矩，宫女之过是要株连家人的，可这次因为你，都没有追究。若曦，这些你不能视而不见。我想休息了。宝宝，额娘对不起你，让你这些日子里看不到你皇阿玛生在帝王家，在外人看来是无上的尊荣。可额娘宁可你做个平凡人家的孩子，不必像你皇阿玛一样，为了争皇位，争个你死我活。朕要听的不是这些，朕要的是你合理的解释。身为亲王，却只会私底下结党营私，搞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。别以为你们做的朕就不知道。教唆老师智谋张家口公然抗旨，别把这里仁慈当作软弱。都是亲兄弟，竟然如此当面羞辱，不留半分颜面。奴才给2位爷请安。不敢。您如今都这等身份了，还向我行礼，我岂不是又要多一条罪啊？奴才有些话想单独跟九爷说。
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，让悲伤无法上演。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，由不得我拒绝。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，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，来不及，等不及回头欣赏，木兰香遮不住伤。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3寸日光。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3寸